垄断电脑处理器市场的 Intel， 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但你知道吗？最近这几年，股民们觉得这家公司做得太烂，甚至有股东怒告 Intel 高层，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 ？Intel 要不行了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Intel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世界第二大的半导体公司 Intel 曾经被称为是美国矽谷的心脏。他们不仅垄断了电脑 CPU 市场，在晶圆制造上面也很强，曾经市值呢比台积电还要高，是全球最大的晶圆制造商。但最近几年 Intel 发展不太好，从2020年开始，他们的股价一路下滑到原本的30%，市值也缩水了一半。Intel 的股民们呢，对此也充满抱怨纷纷在社群上面怒骂 Intel， 抱怨永远等不到股票涨起来的时候。他们还做了各式各样的梗图，表达自己的辛酸还有无奈。甚至呢，最近还有多名的股东决定直接提告 Intel 的高层，指控高层决策不力，欺骗股东，要求他们退还这几年拿的薪水。这究竟是怎么样一回事 ？Intel 曾经有多强？为什么这几年衰落的那么厉害 ？Intel 还有救吗？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到工商服务时间。想要一次了解和智疑机器有关的所有折扣码吗？没有问题，现在就到我们的 Portal 里页面，优惠全部列好列满给你看。在 Portal 里上面呢，除了汇整了所有给粉丝的优惠活动、折扣码，连使用截止期限都有标示，而且这些资讯呢都是会定期更新的哦，不怕用到过期的优惠。另外呢，还有跟课程平台合作的线上课程优惠专区，一样有折扣码之外呢，如果对于课程内容有兴趣，还可以滑到最下面看讲师访谈的影片。现在在智疑机器的 YouTube IG、Facebook 都找得到定选的 Portal 里连结哦，一站式呈现优惠的内容，让你找资讯更方便。欢迎有事没事来看看，省钱省起来。或是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抢先查看页面，把握独家优惠吧。最近 Intel 被爆出有股东怒告公司高层一名叫做 LR Trust 的股东对于 Intel 前执行长基辛格还有代理执行长辛斯纳提出控诉，指控他们对于公司的管理不当，误导股东，让他们错估了 Intel 的发展潜力。这名提告的股东呢，还要求前执行长基辛格交出他任职期间所得的2.07亿美元薪资，将这笔钱全部退还给公司。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Intel 高层被提告了，在先前的2024年8月时呢，也有多名的股东向 Intel 提起集体诉讼，说对于公司的晶圆代工业务呢 ，Intel 向他们隐瞒了许多的实际问题，并用虚假的说法误导他们。对于这些接连的股东提告许多的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代表着 Intel 这几年的发展实在太糟糕，连股东都忍无可忍了。像是最近几年呢 ，Intel 的股价一路下滑，跌到只剩下4年前的30%，2024年也一度创下了10年来的股价新低。股价下滑的同时呢 ，Intel 的市值也缩水严重，从2020年的近3000亿美元，一路掉到如今的不到900亿。曾经 Intel 的市值呢要比台积电高，但现在却只有台积电的1/7。而且呢 ，Intel 在这2年也处于长期亏损当中。2024年 Intel 第3季度呢亏损166亿美元，创下了史上的最大亏损。而为了节省开支 ，Intel 也被迫大量裁员，有15000多名的员工受到了波及。如今的 Intel 看起来一片惨淡，但它曾经也是世界上面最有影响力的半导体公司之一，甚至一度垄断全球半导体行业。Intel 1968年在美国矽谷成立，公司主要负责设计还有生产微处理器、晶片组、记忆体模组以及其他与电脑运算相关的硬体设备。Intel 成立之后没有多久，就因为一系列的创举被大家称为是矽谷的心脏，像是他们在1971年呢设计出了 X86 架构的电脑处理器，这个架构之后成为了电脑的标准架构，并且在 PC 电脑市场上面占据了8-9成的市占率。知名电脑的厂商呢，像是 Dell 或者是这惠普等等呢，都采用 Intel 的处理器。Intel 几乎垄断了整个 PC 处理器的行业。另外呢，在2000年初期Intel 在晶圆制造行业也全球领先。他们采取一体化的模式呢，包揽了晶片设计到制造生产全过程。这套模式呢，也成功了让他们在90奈米还有65奈米以及45奈米等晶圆的制程技术上面多次的领先同行。在那个时期Intel 的年收入呢，经常超过500亿美元，被称为是全球最赚钱的科技公司之一。曾经如此的辉煌现在却前景不佳。Intel 究竟发生什么事？不少人说呢，这可能跟他们错失了几次的关键机会有关。Intel 虽然一直是电脑处理器的巨头，但他们却一直没有打入手机等行动装置的市场。
2007年左右，智慧型手机兴起，当时 ARM 公司推出了 ARM 架构处理器，凭借着低功耗的优势，赢得了大部分智慧型手机厂商的青睐。其实那个时候 Intel 也想要进军行动装置市场，并且在2008年推出了专为智慧型手机设计的处理器 Atom CPU。但因为当时 ARM 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而且 Atom 在功耗还有生态系统支持上面也竞争不过 ARM。大部分呢，像是苹果啊、三星这样子的主流手机厂商，仍选择跟 ARM 合作，而没有选择 Atom。之后 Intel 仍没有放弃哦，相继的推出新的 Atom 处理器，并和 Motorola、华硕等等的厂商合作，推出搭载了 Atom 处理器的手机。但这些手机都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最终呢 ，ARM 处理器占据了手机90% 以上市场，而 Intel 只能够几乎的放弃行动装置市场。那除了进军行动装置失败哦 ，Intel 的老本行晶圆制造业务最近几年也损失惨重。在2017年以前呢 ，Intel 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晶圆制造商，但之后 Intel 的晶圆制造产业却发展得不太好。许多媒体分析呢，这可能是因为 Intel 误判了晶圆先进制程曝光技术的发展进度，坚持使用老技术，导致 Intel 制造晶片的良率提升速度缓慢。像是2018年时呢 ，Intel 曾说之后他们要推出一些新的产品，会使用10奈米制程，但因为10奈米制程研发不够理想所以最后呢，许多产品仍使用14奈米制程，而且过程呢还挤压到了原本的生产线，导致2018到2020年之间，大量14奈米的笔电处理器缺货。与此同时呢，台积电急起直追，稳步的推进到了7奈米制程，并且成功的量产，吸引了苹果、高通等大量的客户与他们合作。那除了在制程上面逐渐的落后，也有许多的媒体分析说，因为 Intel 自己也有设计晶片、推出处理器等等产品，与多家的同业存在竞争关系。但台积电专门只做代工，这让许多的科技公司呢更愿意与没有竞争关系的台积电合作。Intel 的晶圆代工制造产业也因此受到了冲击。2021年 ，Intel 时任执行长基辛格刚上任时，曾经扬言要挽救 Intel 在晶圆制造上面的颓势，并且说呢，要在5年内打败三星，重新超越台积电。但如今3年过去了 ，Intel 的晶圆代工业务仍连年的亏损。2023年亏损70亿美元，2024年的前3季更恶化到了111亿美元，整体市值也掉到了只有台积电的18%。Intel 因为晶圆代工上面的失利受到不少冲击，那他们在未来的 AI 布局上面也有点让人抓不准方向。在 AI 领域呢，图形处理器 GPU 技术的发展非常重要，但 Intel 先前一直专注在发展 CPU 上，在 GPU 市场的布局较为缓慢。直到2022年呢 ，Intel 才推出了自己的 GPU 产品线，但这些产品的性能跟生态系统完全竞争不过早已经在 GPU 领域发展多年的 NVIDIA 还有 AMD。那除了 AI 硬体上面的竞争力不足，Intel 也没能够及时开发出与 AI 相关的软体，没有能够建立起 AI 核心的软硬体生态，导致开发者呢也都不太有兴趣使用 Intel 的 AI 产品。另外 ，Intel 在 AI 领域的几次投资也常被人说眼光不太行。比如他们近几年收购了与 AI 开发相关的公司，像是做自动驾驶晶片的，或者是 FPGA 领域的这些公司。但这些公司的产品呢，在 AI 市场上面竞争力都没有很强，相应的 Intel 收购他们后呢，这个效益也有限。那在 AI 布局等多个领域失利的状况之下 ，Intel 的未来还有救吗？一些专家分析说，虽然近几年 Intel 发展不太好，但他们的家底还是很厚。像是在电脑处理器市场 ，Intel 的市占率仍高达了78%。即使这2年呢 ，AMD 推出的处理器来势汹汹，但短期内呢，仍无法撼动 Intel 的垄断地位。因此，不少专家认为如果 Intel 能够做出一些业务调整，还是呢可以有机会再次雄起。他们建议 Intel 可以拆分晶片设计与制造，专注在晶片设计、精简晶片制造代工业务。那这样子的话呢，凭借着 Intel 他们长期在晶片设计上面累积的经验，他们或许还是有机会重新崛起，低迷的股价也是有希望能够再涨起来的。那这一次我们了解了 Intel 跌宕起伏的故事发现了造成它渐渐衰落的原因其实还蛮多的，有些是因为决策失误、技术失利，也有些呢可能单纯是运气不佳，没有把握住机缘。不过我们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现在电子产业的制造经营模式可能跟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 Intel 呢可能仍习惯使用自己熟悉的老模式。比方说，现在科技业的技术更新换代非常的快竞争也比较大，许多科技公司都改成做自己擅长专精的部分，其他相对没有那么擅长的部分会找人代工还有合作。某种程度上面呢，科技产业已经转变成了讲求垂直分工、全球合作的模式，但 Intel 还是采用自己以前熟悉的垂直整合模式，从设计、制造做出产品都是自己揽下。这套模式呢，在 Intel 公司建立初期，帮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力。
但现在他们有些部分像是晶圆制造等等技术可能已经赶不上其他同业，但他们仍选择呢自己从头到尾做，这就可能付出很多的时间、金钱成本，但最终的成果却不太理想。从这个层面来说 ，Intel 或许可以考虑精简一些业务，专注在自己最有竞争力、最擅长的地方。像是他的老竞争对手 AMD 在放弃晶圆制造，专注晶片设计之后，竞争力反而提升了。那我们相信如果 Intel 能够适当的重整业务、改变策略，也很有可能会再次的崛起。那当然，这也只是我们的一些观察。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欢迎留言分享哦。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看好 Intel 的后续发展吗？ A 看好，他们在电脑处理方面仍很强哦，肯定有办法再次的崛起。B 不太看好，布局多次失误，感觉也很难再起来超越台积电或是 Nvidia。C 有待观察，得看他们后续有没有拿出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Intel 的故事。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到黄仁勋和 Nvidia 的故事，以及 ARM 架构有多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